这是国产积木历史上第一套3授权科技组超跑套装，纽北最速量产车，双赢卡达、奔驰 AMG ONE。作者是曾发布过迈凯伦 P1、法拉利488等在全球乐高玩家圈子里都享有非常高知名度的经典神作的德国乐高茂克大神 Bruno。而这款套装除了获得作者授权以及奔驰官方正版授权以外，米其林轮胎也为其提供了进一步的 IP 加持。在3授权之外，1:8的旗舰款作品级别，前所未见的弹射起步功能，模拟原型车的前后推杆悬架，车门电动开合，尾翼扰流板电动升降等功能设计，也为这款作品带来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尤其是可以原地储能的弹射起步设计，不但是对奔驰 AMG ONE 原型车的还原，也是在量产积木旗舰超跑中的首次应用，甚至还可以通过操控实现常规储能和快速储能2种不同的模式。其他的比如行驶与发动机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等常见的功能也都没有落下。前轮眉上方的4片鳍片，甚至也可以像原型车那样进行调节。虽然是延续并兼容乐高的零件体系，但大量新开发的原创零件，包括 AMG 独占零件，似乎也透露出卡达与传统乐高体系正在逐渐划清界限。然而，在零件体系逐渐分道扬镳的另一面，则是市场层面的正面硬刚。这样的猜测可以从1899的官方定价得到一定的佐证，毕竟这个价格已经接近了乐高的传统价格带。不过，关于这个定价，我们觉得更大的可能还是 IP 合作方的要求，而不一定是卡达的自主定价。毕竟卡达最近并没有上调其他类似级别套装的价格，这个在圈子里找骂的定价也和以往香喷喷的价格体系相差甚远。当然，这单纯只是我们的猜测，大家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看法。好啦，让我们回到这款作品本身，把品牌定价全部忘掉，详细的看一下这款 Bruno 的新作是否能够再次封神。先看一下包装，彩盒仍然是卡达常用的天地盖设计，左上角标注了 Master 系列的 logo， 左下角标注了6+的年龄定位、套装编号以及1:8的模型比例，右上角和右下角分别是 AMG 的 logo 以及作者 Bruno 的签名。彩盒背面除了背面视角图以外，下面还对作品的一些设计点进行了图示展示。彩盒侧面这里贴了一张奔驰的授权防伪标，另一端则是米其林的 logo。打开彩盒，里面一共有6个内盒，4个新开模的 AMG 独占轮毂也是单独一盒。所有的零件一共分成了40个零件分包，8个大步骤。和大部分积木套装不同的是，4个轮胎在这里也做了装带，而且还是印刷件。除了回力马达和一根充电线以外，其他所有动力组件也都做了装带，包括一套新款蓝牙主控、2枚 L 电机、2枚 M 电机、1枚回力马达、4套灯光组、2长2短共4套分线器。拼搭手册同样装在透明的袋子里，厚度超过了1厘米。手册的开篇用了高达17页的篇幅，对原型车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以及包括设计师的讲述。只可惜并没有中文版，不过我们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翻译，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这里有对配气机构和电动机的介绍，另外在设计师讲述部分，作为德国人，我对汽车行业非常熟悉。AMG 品牌散发出的光环，代表了1个世纪以来光荣的希尔伯菲尔赛车传统。而这款套装非同寻常，绝对不适合初学者，似乎和彩盒左下角6+的年龄定位形成了一点矛盾。除了开篇的配图，在每个大步骤的开篇同样也设计了比较精美的配图。此外，经过对手册末尾零件表的计算，总零件数加起来一共是3380片。考虑到其中拆分式零件一共有96片，所以它的零件数大概可能相当于3300左右。之所以特别关注零件数，是因为在实现同样的功能和外观效果的情况下，通常使用更少的零件进行搭建，往往也意味着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进行相应的优化，求巧而不是靠简单粗暴的堆零件。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展开。总之，巧妙的搭建方案往往会给拼搭过程带来惊喜，而堆零件则容易导致过程中的枯燥和乏味。对此有同感的玩家可以把同感打在弹幕上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这款作品的内部设计。这里看一下后悬架，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1枚黄色的小号硬币阵，同时在悬挂气动桥的上方设计了一个模拟的推杆结构，回弹力度测试下来是比较小的。后面在中间还会加入第3根避震。在两侧的双叉臂部分，设计师使用了32294这枚零件，它的优点是能够更好的还原出原型车叉臂的结构和角度，缺点是其9单位的长度会占用更多的中部空间，进而设计师需要在如何让底盘中部结构更加紧凑的这个问题上面对更大的挑战。作为一辆几乎是把 F1 技术搬运到量产车型上的 AMG ONE， 这个常用在乐高 F1 悬架上的零件的应用，作者应该也是基于此做了一定的考虑。这里来看一下行驶动力结构部分，尤其是精彩的弹射起步设计。设计师一共设计了2枚 L 电机，对置于主传动轴的两端，并将动力共同作用于中间的这枚差速器。
进一步的通过差速器的16齿部分将动力向上传输，也就是上方所啮合的2枚16齿齿轮，其中最上面的这枚用于发动机联动，而中间的这枚则是将动力向前后悬架方向传输，并经由前后差速器向两侧悬挂驱动桥方向传输。至此，这辆 AMG 的基本行驶动力结构部分就搞清楚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枚 L 电机动力出口的位置有一组12:12的齿轮组，这根十字轴后面将连接回力马达，对应弹射起步功能的关键设计，也就是2枚电机、1组差速器、1组齿轮以及1枚回力马达。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实际上它的运行原理并不容易讲清楚，这里我们先继续。这里看一下车尾扰流板升降的相关联动结构。动力从 M 电机出来以后，通过一枚24齿离合齿轮驱动一枚8齿齿轮，然后向左右方向传输并到达小推杆。由于8:24的齿轮比设计，推杆的伸缩速度将会是比较快的。其中24齿离合齿轮将为整个联动结构在到达极限位置时提供保护。这里看一下前悬架，双叉臂设计和后悬架保持了一致。另外，同样也是推杆悬架的设计，后面在中间也会加入第3根避震。行驶动力方面，动力从这根米黄色的十字轴进入，通过20齿齿轮经过差速器，然后向两侧传输。在转向结构方面，设计师在齿条的两侧通过1单位轴套和球头零件的底池对转向行程进行了限位，所以转向角度将会是比较小的。加入电机，我们来测试一下转向联动。可以看到，在限位结构的限制下，4伏电机大概只能旋转45度，对应车轮转向角度也是比较小的。拆掉限位结构，4伏电机90度打满，对应车轮转向角度也就大了很多。不过通常这里的限位设计大多是因为成品阶段可能发生的轮胎与周围零件的干涉，所以成品阶段我们会进一步测试。此外，关于前悬架，我们可以看到 Pina 手册提供了2驱和4驱2种不同的模式供玩家自己选择，我们这里选择的是4驱的方案。接下来就是这辆 AMG 最关键的也是最精彩的设计点了，也就是车辆行驶以及相关的弹射功能。2枚电机，1枚回力马达，一共可以实现8种可能的操控状态。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具体的联动结构。2枚 L 电机对置于主传动轴的两端，并分别连接主控的黑色通道和红色通道，也就是可以进行单独的控制。为了方便说明和理解，我们这里就叫它黑电机和红电机。它们的动力交汇于中间的这枚差速器，并通过差速器的16齿部分和后续的行驶联动结构相连。也就是说，差速器如果发生旋转，那么车辆也会相应的前进或者后退。进一步的，从黑电机出来的十字轴通过一组12:12的齿轮组连接回力马达。需要注意的是，连接回力马达的十字轴朝蓄力方向旋转将会给联动结构带来负载，而朝反方向旋转则几乎不会产生负载。下面我们就开始分析这8种可能的操控状态以及对应的车辆状态。第一种情况，红电机单独控制车辆前进。此时，在车辆行驶产生的扭矩负载小于黑电机内部阻力及回力马达蓄力合起来所产生的负载的情况下，差速器将旋转并带动车辆低速行驶。反之，也就是如果车辆行驶的负载更大的话，差速器便不会旋转，于是红电机的动力会来到黑电机以及回力马达这里。此时，如果红电机的扭矩输出可以克服它们的合力负载，那么黑电机将被动旋转，同时回力马达蓄力。反之，如无法克服，红电机将被堵转。第二种情况，黑电机单独控制车辆前进。此时，在车辆行驶产生的扭矩负载小于红电机内部阻力所产生的负载的情况下，差速器将旋转并带动车辆低速行驶，反之车辆将静止。这个情况和第一种情况是类似的，不过因为红电机没有连接回力马达，所以这种情况下黑电机无需克服回力马达的负载。第三种情况，2枚电机同时控制车辆前进，这种情况比较好理解，车辆将会正常前进。第四种情况，红电机控制车辆后退，和第一种情况类似，车辆行驶扭矩负载更小的话，车辆将低速后退，反之则静止。第五种情况，黑电机控制车辆后退，此时回力马达将进行蓄力并积累弹性势能。注意，这个情况下除了回力马达带来的负载，黑电机还会受到红电机旋转的内部阻力所产生的负载，或者倒车时所产生的负载。第六种情况，2枚电机同时控制车辆后退，此时车辆将会后退，回力马达也会进行正常的蓄力。第七种情况，红电机控制车辆前进，而黑电机控制车辆后退。在这个情况下，由于2个电机的动力在差速器端会发生抵消，所以车辆必然静止。然而，相对于第5种和第6种情况，在第7种情况下，回力马达可以实现快速的蓄力。这是因为在5、6两种情况下，黑电机都会受到额外的扭矩负载，所以会转得慢一些。第8种情况，红电机控制车辆后退，而黑电机控制车辆前进。和第7种情况一样，动力在差速器端发生抵消，并且回力马达也不会蓄力。所以从联动原理方面来看，就是上面这样的情况。
不过在实际把玩的过程中，我们通常只会用到上面的1、3、6、7这4种操控方式。具体到弹射功能，回力马达所积累的弹性势能将在车辆前进时得到释放，也就是说，它会和2枚电机一起承担车辆行驶所产生的扭矩负载，对应的也就带来更高的车速。当然，它的实际表现我们会在成品阶段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不过这里留个问题给大家讨论，上面提到的所有情况都是车辆在静止或者后退时发生蓄力，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车辆可以实现一边前进一边蓄力呢？好啦，我们继续测试一下发动机联动。可以看到也是非常顺畅的。这里看一下车门开合联动结构，可以看到动力从 M 电机出来以后，通过1枚12齿齿轮驱动左右两侧各1枚20齿齿轮，然后到达左右两侧的涡杆，并通过涡杆驱动24齿离合齿轮，然后最终带动装有球头零件的推杆结构。过程中第13这一步，在装入这2枚20齿齿轮的时候，最好确认下左右两侧的推杆角度是镜像对称的。这里就可以看到前后悬架中增加的第3根避震了，也是对原型车的一定程度上的还原。测试下来，回弹力度相比之前增加了不少。这里看下车头两侧靠下位置的一个外观模块的角度创建方式。安装分线器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长度规格，不要拿错了。另外，走线和理线是这辆车在拼搭过程中需要多投入一点耐心的工作，基本上按照手册来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准备一点小扎带。在外观模块的拼搭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作者的一些角度创建方法。爆肝20个小时，这辆奔驰官方正版的1:8 AMG ONE 就完成啦。这款来自德国乐高茂克大神 Bruno 的作品，最终成品重2.9公斤，长56厘米，相对于4546毫米的原型车长，比例也是控制的比较准确。除了在整体造型比例方面做到了还原以外，细节方面，前脸两侧巨大的进气口，通过上方和侧边的2组科技面板对整体造型进行搭建，其上沿弧度则进一步通过软轴进行准确的勾勒。而原型车中间印有 AMG 标志的平面，对应的也是使用了平面砖，同时也是印刷件。下方扰流板的梯形角度同样通过科技面板进行了准确的搭建。两侧的车灯在前视角下相对于原型车也是比较准确，不过这个搭建方式导致了车灯上方原本的平面在这里显得就比较零碎了。原型车前盖上方的类似于半圆形的黑色区域，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只使用了3块面板进行搭建，而其中中间这里非常巧妙的使用了轮眉零件。不过中间这里有2层整体呈弧形的导流通道，设计师在这里则是用到了科技面板的弧形外延线条，对此做了相对偏抽象的还原。前轮眉位置上方的4片鳍片，设计师使用了4枚71682科技面板对此进行了还原，同时也可以像真车那样打开或者闭合。而轮眉的整体弧度在这里则是使用了软轴进行了线条的勾勒。再看车顶部分，原型车的车顶呈球形拱起的整体造型，对此设计师使用了4枚18944弧形科技面板，同时对靠外的2枚做了倾斜角度，很好的还原了原型车的车顶弧面。作为 AMG ONE 原型车的标志视觉之一，车顶上方的进气口以及连贯的流线过渡且向后延伸的鳍翼，卡达在这里为设计师提供了单独开模的独占零件，并且这枚零件也是国产积木第1枚直接在零件模具上就刻有国际跑车品牌 logo 的零件。车门的搭建同样精彩，原型车车门在这里有4个主要特征，首先是车门前方巨大的黑色的垂直翼片，其次是翼片后方，也就是和车门之间的导流通道，再就是车门上部的整体弧面，最后是车门下方基于空气动力学的轻微的外翻弧度。对于这几个主要特征，作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还原。其中车门下方的轻微外翻弧度，设计师通过十字轴进行搭建的方式，是一种兼顾了成品牢固度的抽象化搭建技巧。再看车身后部，原型车引擎盖上方的4排气孔，设计师对应的也是通过几层科技面板对此进行了还原。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引擎盖和2侧轮眉衔接的部分，2大外观模块结合的位置严丝合缝。车尾部分，原型车主动式车尾扰流板采用科技面板进行搭建，同时也可以实际的上升下降。下方的车尾轮廓采用软轴进行勾勒，两侧的车灯则是使用了一些砖块零件，非常好的还原出了原型车的尾灯造型。另外，中间的排气口、下方巨大的扩散器，在整体搭建上都做到了不错的还原。透过驾驶室，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的运动座椅、中控台仪表盘也全部都做了搭建，而且全是印刷件。
最后是轮胎轮毂，卡达在这里同样提供了单独开模的独占零件，其中轮胎上也印了米其林的 logo。在包括乐高在内的所有科技组套装里，在轮胎上印轮胎品牌 logo 的应该也是首次出现。不知道乐高的砖块类套装有没有印的，我们查了一下是没有查到，但不敢很绝对的讲，所以有知道的玩家可以说一下。然后透过轮毂，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黄色的刹车卡钳。作为曾经发布过迈凯伦 P1、法拉利488等封神大作的 Bruno 的作品，透过外观、内部的功能设计以及性能表现，才是更值得深度体验的方面。先看悬架，前后悬架回弹都没有问题，行程并不是很大，尤其是前悬架基本没有什么行程。两侧前轮眉上方的4片鳍片，可以像这样一个个去手动调节它的打开角度。虽然是动态版，但我们也可以手动推行，同时也会伴随发动机的联动。那其他的就全是动态版电控功能了。首先是两侧的蝴蝶门电动开合以及车尾扰流板升降，这两个功能各用到了一个 M 电机，不过占用的是同一个主控的通道。可以看到，当车门打开，同步的车尾扰流板则会降下，车门关上，车尾扰流板对应的则是升起，整个联动都非常的顺畅。当到达极限位置以后，继续遥控都会触发离合齿轮保护。车尾扰流板联动结构中的离合齿轮声音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车辆行驶和弹射起步，一一测试8种操控模式的实际成品效果。第一种情况，红电机单独前进。测试下来，虽然这个情况属于低速模式，但实际跑起来也不算太慢。另外，由于红电机显然无法克服黑电机的内部阻力和回力马达蓄力所共同产生的负载，所以此时如果我们给车辆的行驶加以一定的阻力，红电机将被堵转。第二种情况，黑电机单独前进。测试下来，速度和第一种情况差不多。这个测试结果也表明，车辆行驶产生的扭矩负载小于红电机内部阻力所产生的负载。第三种情况，两枚电机同时控制前进，可以看到车子的行驶速度非常的快，2.4米的工作台完全跑不开，而且这还是没有蓄力的情况。第四种情况，红电机单独控制后退。测试下来，车子会发生缓慢的后退，同时反复测试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发生车辆静止，也就是动力会跑到黑电机那边的情况，说明车辆倒车产生的负载和黑电机内部阻力产生的负载比较接近。第五种情况，黑电机单独控制后退。测试下来，同样的车子会缓慢的后退，同时可以听到回力马达蓄力的声音，而车辆没有静止，也说明车辆倒车产生的负载小于红电机内部阻力所产生的负载。第六种情况，两枚电机同时控制后退。测试下来，车子会相对更快的后退，回力马达同样也是正常蓄力。第七种情况，红电机控制前进，而黑电机控制后退。测试下来也是和分析环节一致，车辆静止，同时快速蓄力。第八种情况，红电机控制后退，而黑电机控制前进，两边动力抵消，回力马达也不会蓄力，所以8种情况测试下来就是上面这样。然后我们把蓄力行驶也加上，看一下3个速度档的区别。首先是单电机工作的低速档，然后是双电机同时工作的高速档，最后是高速档且弹射起步。那这个速度差别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不过在经过反复的测试，这里还是发现一个隐患，给大家讲一下，并且非常重要，也就是连接黑电机和回力马达的这2枚12齿齿轮，在经过反复的打齿以后，也就是达到蓄力极限位置以后打齿的这种情况，多次测试反复打齿会发生齿轮虽然没有崩掉，但是发生轻微变形，进而导致这组齿轮组的扭矩负载能力快速下降。进一步的，当我们控制车子蓄力的时候，会发生虽然打齿，但实际上并没有驱动回力马达蓄力的情况，或者也就是说，这组12:12的齿轮组的扭矩负载能力小于驱动回力马达蓄力所需要的扭矩，所以大家在操控蓄力的时候，一旦打齿或者即将打齿，就不要再操作蓄力了，可以延长这个齿轮的寿命。另外，在各个情况下，只要车辆行驶，发动机联动测试下来也都是顺畅的，以及当红色电机工作时，车头车尾的车灯也会同步被点亮。最后看一下转向和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可以看到联动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车轮的转向幅度确实非常小，因为设计师在前后都做了限位设计，所以这里我们就不拆限位了。而且轮胎距离周围的结构确实挨得也是比较近，所以大概率转向角度大了的话会发生干涉。好啦，测试完了功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牢固度。先看一下表面覆盖的科技面板的牢固度，可以看到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所有面板模块的固定，大概只有车头两侧有一个小科技面板没有做多点固定。然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车子从前后抱起来，或者更大胆一点把它抛起来，从驾驶室里面伸进去把车子拎起来。另外震动测试一下，
所以牢固度整体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不过车尾排气管下面有2个小管子，如果把车子抱起来的时候用手碰到那里的话，那么可能会发生脱落。那这个牢固度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可以把自己的评价打在弹幕里哦。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款套装：3授权、全印刷件、独占轮胎轮毂，还有高大上的拼搭手册，这些都不说了。在亮点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非常创新的弹射功能，只用了几个零件，却实现了非常值得研究的8种不同的操控模式。当然，这款作品大胆舍弃了1:8超跑常见的变速箱和换挡结构，可能也会让一些玩家感到失望。但取而代之的这项设计，同为非常关键且经典的底层设计，在未来也必然会被其他设计师和 MOC 爱好者学习借鉴。此外，同为乐高 MOC 大神，在设计风格上，相对于拉法作者 T-Lego 擅长的精雕细琢 ，Bruno 则相对更偏向于大开大合。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外观搭建手法上显得尤其明显。在拉法的评测中，我们有提到，整个后盖就像是捏出来的。显然 ，T-Lego 在设计的过程中会努力的尝试，不放过对任何一处曲面细节的雕琢。而相对来说，无论是488还是 AMG ONE，Bruno 则更侧重于对原型的关键特征进行提取，在少量零件合理拼搭的基础上，在外观营造不牺牲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做到对关键特征的还原，而局部细节则更倾向于采用抽象化的方式进行巧妙的处理。也因此，我们会看到 Bruno 的作品对砖块类零件的使用显得非常的克制，同时整个作品的零件数相对来说也会少很多。除了设计风格的区别，我们还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设计的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外观还原和功能实现，还能够跳出作为设计师本身技法层面的思维框架，站在产品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去思考一款作品的设计。当然，并不是说这款 AMG ONE 的拼搭体验、性能可靠性、成品牢固度毫无瑕疵，而是说在众多的 MOC 作品中，它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无疑是优秀的。具体到这款套装，在整体拼搭体验方面，正如 Bruno 在手册开篇所描述的那样，这款套装非同寻常，绝对不适合初学者。不过，在所有双音咖搭 Master 系列套装中，这款 AMG ONE 却属于在拼搭体验方面优化的相对比较充分的一款。只是说，如果你之前没有什么1:8超跑的拼搭经验，那么拼搭过程中的调试、测试、理线等工作会需要付出一些耐心。此外，这款套装也有一些优化的不太充分的，以及拼搭体验不太好的地方。比如拆分式框架零件有时候比较难安装的问题，内部结构基本没有做零件分色，同时2单位和3单位摩擦销颜色一样，但零件分包是装在一起的，所以就不能盲抓了。在步骤设计方面，在车头车尾外观拼搭的过程中，有比如车头拼到一半又去拼车尾，车尾拼一会儿又来拼车头这种步骤设计，以及少量的几个步骤有轻微的非法拼搭。好啦，情况就是这样，那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见。